今日并不冷，他为何总会感觉冷？他体内怎会有如此旺盛的寒气？这寒气又是从何而来？睡得可好？不好，感觉好冷。昨日我离开后，可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？昨日没有啊，就突然觉得好冷。风起跟我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，什么我以前来过这里。我去找他。怎么了？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，不会是想去找他打架吧？你突然愈甚的寒气，我怀疑并不是偶然。此事透露着诡异，恐怕风起隐瞒了我们一些事情。我用真言之事探一探便知。别，你跟风起本来就有矛盾，我怕你俩再吵起来。有什么要问的，我去就可以了。你一个人去？可以的，放心。师祖，念九，你这2日可有察觉到，这屋内有何古怪之处？哦，我上次和红罗发现苏长青在为庭砚修饰花草，这有些多此一举不说，他们还担心庭砚不满意，怕庭砚怪罪。可庭砚明明就不是那种刁钻的人啊，况且这苏长青作为庭砚的师兄，未免有点太不了解他了吧？你暗中再去那一带探寻一番，看还有何异处。可师祖之前来的时候，不是用真言之事试过他们没有问题吗？的确，真言之事虽然能让人说出真相，但也仅限于让他人说出他们知道的东西。弟子遵命。这些花儿模样是怪了一点，
但都是普通的花呀。这些枯枝野草要经过一番修理，才好作为送给师祖娘娘的礼物。他们究竟想掩盖什么秘密呢？怪不得他们要用灵力来修饰花草，这一带的花草一定有问题。司马郊起疑了没？一切都如国师所言，顺利进行。那便最好。国师，我信任你不会伤害阿燕，所以才按你计划行事。阿燕的记忆会恢复的吧？那是自然。此事于你于我都是有益无害，眼下进展还不错。风少爷只需要找机会，向尸燕提出那绞灼的代价即可，到时他自会解除绞灼。我知道。有人来。阿燕，师祖，正好，大家都在，我与庭燕打算再住上一阵子，再拨几条灵脉给古雨雾，作为赏赐。师祖，这是说的哪里话？这赏赐太重，我等受不起。有何受不起？当年在仙府，我也曾拨给过你一条灵脉。此事，师祖当年对我多有照拂，此等恩情，定当没齿难忘。弟子定时刻铭记师祖恩情。我相信，洞阳真人自是对此印象深刻。是。师祖，这里的花草树木的确有问题，你们看，像是受了魔气侵蚀。那我体内的寒气又是怎么回事？我听风气说，我是这里长大的寒鱼。难道说，最近我体内寒气旺盛，是因为受了此地的影响？他当真说，你是在这里长大的寒鱼？对。又是寒气又是魔气的，这古雨雾好歹也算是魔域的一处洞天福地，这怎么比外面还要复杂？洞阳真人和这些仙族的弟子也都居住在这里，他们不可能找一个是非之地住下吧？除非我师父跟这里的人骗了我们。可师祖之前就用真言之事问过他们了。我说过，真言之事是能让人说出事实，可并非毫无漏洞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刚才问过他们关于仙府的事情，在细节上，他们和真的洞阳真人有出入。你可还记得石千度之死？洗魂术？难道是石千缕搞的鬼？他为这里的人都洗了魂。庭燕莫名复苏的寒气，应是源自宴席上的食物。那时起，我便怀疑这里的古怪。这鸭肉着实好吃，而且似乎很滋补，有一种身体都恢复了能量的感觉。而我进入古雨屋后，身体愈发不适，想来是寒气通过庭燕的绞灼影响了我。能极大程度调动你的寒体，又对此处万物花草无孔不入地产生魔气的侵蚀。放眼整个魔域，只有一处。
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这是哪儿啊？你是谁？还是被识破了。你是何人？尸千缕的洗魂术果然高超，你们竟然忘了自家的主子！见过鬼爷。我们来的，从来都不是什么古玉物，而是魔域的中心——白骨渊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假的，究竟是谁这么处心积虑地把我们骗来此处？能在白骨渊翻手为云的，除了魔主和明丽之外，别无他人了。国师啊，这司马教倒是不容小觑。这古雨雾乃是我们联合尸千缕的洗魂术一起缔造的幻境，可谓天衣无缝。如今也被他识破了。无妨，既已引得司马娇和廖廷燕来到白骨渊，那么一切尽在我们掌握。没错，那条寒鱼还带着他的护心蛊所做的防御法器，定不会料到您这一石二鸟之计。寒鱼带着护心镯，寒气便以此镯反噬给司马娇，令其功法大大受限。若是寒鱼想救司马娇而脱下护心镯，就会给我们留下机会落入我们手中。眼下最要紧的是将廖廷燕带来此地炼化灵石，我们便可一举击杀司马娇驱邪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你怎么样？无事。想必明丽的人马上就要赶过来了，你先催念九离开这里。魔域的人恐怕会倾尽全力对付你，你一个人怎么能够？我去接应红罗，念九与你同去。我现在比以前厉害了，你别小瞧我。况且我还有你送我的脚镯呢，不会有事的。好，等我。司马娇，今日在古雨雾修养的可好？少废话！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，红罗！师祖，体验体内的寒气，可以借防御镯上的护心蛊反噬您的修为，限制您的功法。红罗，红罗！阿燕，阿燕，此地有变故，你没事吧？这一切是不是在你的计划之中？你这是何意啊？我只是担心你。是不是你联合魔域之人跟尸千缕诱我来此古雨雾幻境？你的目的是什么？我绝无害你之心，我只是想唤起我们之间的记忆。我说过，我不是你的寒玉姑娘。阿燕，你听我解释，事关司马娇的安危，你也不听吗？司马娇怎么了？你或许已经察觉，司马娇来到此地之后，修为受损，身体有异，跟你脚上的这枚法器有关。
怎么可能？这是他为我炼制的防御法器，可抵御一切伤害。你或许有所不知，这枚法器由他的护心骨制成，为你抵挡伤害，或许对他无碍，但独独你体内的极寒之气，与他相克。白骨渊激发了你体内寒气，虽会让你感到不适，但你本就是寒羽，这不会真正的伤害到你。可是你体内愈发积聚的极寒之气，却会通过你脚上的防御轴，反噬他的身体。你怎么了？师祖，您怎么样？无事。阿燕，你竟甘愿为了他不顾自己的安危？是。师祖，念酒。红罗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庭燕呢？他不是和你们在一块儿吗？不好。糟了，庭燕摘了防御镯。念九，你先带红罗离开这里。红罗，我先带你离开这儿，再回来帮师祖。好。燕儿，爹，你的腿，原来你连腿伤都是在骗我，你就为了利用我对你的愧疚，逼我成为你的复仇工具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钱都说了没错，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女儿。你若真有半刻把我当做你的女儿，便不会这样对我。此番用洗魂术伪造古雨户，也是出自你的手笔吧？燕儿，我将我毕生所学都用在了你的身上，但依然还是抵不过司马娇，他擅长收买人心啊。罢了，风起。阿燕，你相信我，我是绝对不会伤害你的。你当真要选择与他为伙？我不管你们曾经如何，现在只可换回他的记忆，切莫伤他。交给我便是。我和国师还要利用他对付司马娇呢。风少爷大可放心。助他恢复记忆最好的办法便是，让他去那白骨渊底的归元臼，那里是寒气最盛的地方，能够激发他体内的极寒之气。归来定能还你一个找回一切的寒羽阿燕。可这司马娇极难对付，他现在每天寸步不离地看管着阿燕。那若是司马娇愿意带他来呢？这是何意？我从师燕父亲那儿得知，他一直很向往堪称魔域桃源的古雨屋。我们何不反噬一番，给他造一个古雨屋？这怎可能实现？你不必担心这些，你只管把你的小寒鱼带去便是。阿燕，对不起，我骗了你。现在的你并非真正的你，待你换回寒鱼记忆，便会懂我一片苦心了。我是身旁的那一位，可是长治大将军？那是长治大将军的遗孤长风起。明离，你身为国师，胆敢欺君叛主？仙魔主在此，明离算不得叛主。
血气，复活这老东西！放肆！魔域众臣，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恭迎先祖魔主归来！笑话！你们以为你们说是就是了？我尤家后人竟就是这副狂妄又无能的模样吗？老东西，我还是魔域之主，胆敢对我如此不尊！不甘心把你的魔体让渡给我吗？可是，作为尤家的子孙，这是你的宿命。你的魔灵在这具身体里已经存在够久了，久到没有必要。刑天所如何了？回主上，说。领时还在加紧炼化，很快便能已知，一举击杀司马交。刑天所万不可有失。是，属下这就去督查。曾经对主上百依百顺的韩愈刺客，竟因司马交变得桀骜不驯。幸好有师长们相助，才方便我们得手。先前便邀师长们先行歇息便可，师长们却执意守在这归元旧旁。国师，这刑天所成功与否，关乎复仇大计呀！万万不可有半点差池。师长们究竟是为了复仇大计，还是对这个假女儿于心不忍啊？国师多虑了，师某善习水之功，可在此处激发归元旧之寒气，协助领时炼化呀。那就有劳师长们费心了。国师，那司马交杀来了。他倒是急着来送死。师长们，我先去应付一下那司马交，这里便交给你了。好。复仇大计在眼前，莫怪我狠心了。司马交，先魔主血祭归位，乃我魔族大势所趋，不是你一人能阻止得了的。油盐的真身已被我司马氏一族的灵火炸得粉碎，还在这里做复生大梦。把廖廷彦还回来，我可以让你死得体面一点。你来迟了一步，想必他此刻已经被炼成了一块灵石。等会儿我就用他杀了你。
上便要大功告成了。休想！停业！师长们，那行令所要等到什么时候？久违了，师祖。我让你活太久了。多亏了我养了一个好女儿啊！按照现在你们的关系，你是不是应该叫我一声爹呀？炼石尚未炼化成功，你就拿着这么个见不得人的东西出来送死吗？师祖，你交给我了。已经有60%的寒气依附在刑天锁上，凭此，我必能重创你。你真的以为靠这些伎俩就能杀得了我吗？你真的以为我没这点自知之明，还能够活过了1000年吗？哼！司马家，我知道你在这里拖着我，是为了给廖廷彦逃出升天的时间。但是，即便他能够逃出归元秀，他能够逃出他自己的命运吗？他的命运，在遇见我的那一刻起，便不再由你们做主，不由我们做主。难道就该由你来做主吗？他的命运由他自己做主。宁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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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！宁九，司马家，难道你还看不清楚吗？只要亲近你的人，都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。你的出生，你们凤山一族的存在，都是笑话。你们只配被关起来，做血종，做傀儡。你们根本就不配坐享仙魔天下。
击韩愈的本能。他的身体背叛了他的意念。司马教，你猜他的本性能不能够战胜他对你的情谊呢？马娇，司马娇，不要！为何这么久还没有动静？庭燕师姐怕是掉进了师祖的梦域，若是找不到出口，就会一直困在里面，直至消失。我去打断他们，万万不可！若是此时被外力中断，师祖的灵府会直接关闭，那他们两个都再也出不来了。庭燕，不要放弃。
这是司马氏灭族的那天晚上，这是司马教一生噩梦的开始。如果在这里把他救出去，他应该就会在另一种命运里醒来了吧？不，你不能把娇儿带走，你要眼睁睁看他死在这儿吗？娇儿留在这儿还有希望。若你把他从这儿带走，娇儿就会魂飞魄散。那我要如何才能救得了他？灵火，灵火，只有凤山一族的灵火才可以救他。灵火是凤山一族的诅咒，却也可以挽救凤山一族的性命。若是如此，你为何还不动手？他已经……火种快熄灭了，我也无法带他回雷鸣山谷。娇儿，雷鸣山谷。若是我带他回雷鸣山谷，是不是能让灵火恢复如初？师祖，庭砚，师祖他怎么样了？你要带他去哪儿？雷鸣山谷。恐怕要引来天雷，才可重燃灵火。但眼下无雷劫可渡，若要引雷，恐怕只能冒犯天道了。如今仙魔两界乱成什么样子了？你们为何不管？司马教替天行道，铲除油盐，你们为何要夺走他的命？你们弹劾天道，凭什么接受世人顶礼膜拜？我还没进入正题呢，这么不经骂的吗？对啊，魔主内丹在我体内，看来我这魔域之人进入仙府圣地，让你这天道很不爽啊！仙也好，魔也罢，都是世间生灵，又有何不同？什么圣体，我偏要主！有本事你就降下99天雷劈死我，否则我定要灭了你这毫无慈悲之心的天！我还不能死。
姚廷烨，你如今真是出息。带你踏破脚下累积，跟起了我时光的坎坷，心中悄无声息的风波，不敢沮丧无声的悲歌，情与落从来都是如今天的，与你如何？你现在是不是算彻底好了？我上次进你灵府，发现里面好糟糕。要是换成一般人，是不是早就疼死了？我是一般人吗？那便是没事了。都怪我，非要娶什么顾玉武，是我太天真了。在这样的乱世，怎么会有那样的桃花源呢？痴心妄想，还差点害了你。待我将仙魔两界的脏东西都清除干净，你去到哪里都是古玉物。你是要一统仙魔两界？问过魔域老大的意见没有？我的道侣是魔主，我不应该担心此事吧？我这只是捡来的魔主，没有实际话语权的。他们让我当魔主，不过是因为我体内的魔丹，表面上看着听我的话，实际上还得看我表现。魔域就是个强者为尊的地方。你是这天地间唯一能让我不战而降的人，便是至强之人。魔域的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我会为你把一切安排妥当，你便好生做你的仙羽。你这般为我着想，我也不能当甩手掌柜。我觉得不管是内战还是外战，打起来最受苦的还是普通老百姓。要不我们搞个仙魔两族大融合，至于那些顽固分子，留着慢慢整治便是。听你的。公主，
这怎么回事？是师祖和师祖娘娘。司马昭居然没有死，我们的魔主怎么会变成他们的师祖娘娘？我就说，他根本诛灭不了灵火，还跟司马昭勾搭上，你们还要认他当魔主？战争毕竟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与仙府师祖已经商议好了，他会为我们解决魔族缺乏灵脉修炼的问题。此话当真？好事啊，太好了！这对我魔域来说，可是可遇不可求的大事啊！太好了！有一条规矩需要遵循，只要魔域之人不再挑起仙魔两界的争端，便能同仙府之人一样，靠着灵脉增长修为，从此便不必寻求那些邪魔歪道、吃人取丹的术法。若有不知好歹的挑事者，我们听魔主的。那从此，仙魔之战彻底落幕，往后永不再设结界，相互交通，和平共生。你们也需要以身作则，给仙府以外的子民树立榜样。是。彼岸究竟去了何处？司马昭还真是命大。是凤山血脉的踪迹，找到了。彼岸，终于找到你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找了你很久。你不是彼岸。你倒是忠心，都死到临头了还想着报信。白竹死了。是，彼岸消失后，我和白竹就循着线索分头寻找彼岸，但就在刚刚，白竹的命灯灭了，魂魄全散。都怪我。我没有和白竹同行，最近仙魔两界的纷争才刚刚平息，眼下各处都很混乱，还有不少想要夺取仙府子民内丹的魔修。彼岸没了防护法罩，他的血气很快就会被幽燕的残魂寻到。从他无缘无故的失踪和白竹之死来看，恐怕幽燕已经找到了彼岸，想借彼岸之躯复生。这么说来，白竹之死就是油盐造成的。我掘地三尺也要把他挖出来，给白竹和彼岸报仇。还有那些魔域的叛贼们，他们一定是想着油盐可以卷土重来，所以才不肯服庭宴。这个臭魔虫，只剩下一缕孤魂了，竟然还能掀起风波。明离是油烟的心腹，想找到油烟，可从明离下手。至于旁的那些生事的杂草，除去他们，并非一朝一夕的事情。你去仙府，找一些有谋略和将才的仙士，最好是了解魔域本土之人，让庭燕挑一些他喜欢的，留在魔域为他办事。如今仙魔两界暂时安稳，也能让那些常年流落在外的仙父子民回家了。念九里命。
像庭院徒儿。你这是在给自己准备嫁妆？对啊，司马教说，为了方便我们日后见面，给我打造了一座雁城，秋夜带山，寒沙迎水，带营山到孤群山脉为止，都属于我了。他送我这么一个大礼，我也得还他一个才是。我想来想去，送他一个求亲最好了。真是女大不中留啊！我看那条黑蛇也是个留不住的。怎么了？你不是给穆尼生一个将军做吗？黑念九现在对他谄媚得很。穆尼生啊，他心中有丘壑，最适合做将军了。你聪明，鬼主意又多。做我魔域国师怎么样？这样念九不得天天围着你转啊？我可以试试。不过我可不是为了让他围着我转啊。真的不是。好。我找红罗。念九，你刚化成人形的时候，我跟你说过，感情是需要慢慢培养的。但是我忘了跟你说后半句。当感情培养的足够多的时候，该决断的时候，你就要当机立断，不要错失良机。加油！红罗，有事吗？这是我在清谷天带来的启灵花蜜。我听说这个东西可以丰盈肺气，滋养气魄。我想，或许它能够帮助你忆起一些前尘往事。我不喜欢吃甜的。红罗，我知道你又要拒绝我，可是这是我的一番心意啊。当年是你给了我名字，让我动了心，从此我的心里就有了羁绊。但那个时候，我刚刚化作人形，我没有注意到，你是一个会把什么事情都藏在心里的女孩。对不起啊，这么多年，让你一个人受了这么多委屈，咽下了那么多的苦楚。所以这次，我想让你甜甜蜜蜜的过。红罗，听上去，我们的过去还挺跌宕起伏的，感觉跟听说书一般。我要花蜜。
怎么样？喜欢吗？还行吧。只是还行。这城有什么特别的吗？这里每一件物品，每一个景观，你都曾见过。这是你我出世以后所有的记忆。哦，你这么一说，我才发现，比起这城，自当当君，我有件仙魔共荣之大事，要与你一同商议。你可还记得我之前所说的仙魔之间分批游学互访活动？你觉得如何？麻烦，容易生出事端。那不如先办场喜事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如今有何喜事？也不知仙魔两界和亲相散。你这是在向我求亲吗？我这是又进灵府了。对啊，我已经等你很久了。你是谁？咱俩是一个人。你是我曾经的记忆。可以这样理解。我跟你加起来，才是我们来到这个修真世界后的完整记忆。这能让你开心啊？不好吗？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佳佳，快来呀！因为我对你珍而重之，不想让你受丝毫伤害。你现在是这个世界上我最亲近的人。我看到你落泪，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后悔。以后你也不仅仅是我男朋友了。司马家，这一次我不能等你回家了。我想起来了，我都记起来了。我们要怎么离开这里？司马娇受伤了，我要去救他。司马娇受伤了，是你动的手。我受了这里寒气的影响，强制开启了寒玉刺客的身体本能，一时失了神智。我刺伤了他，我那般珍惜的人，你怎么能动手伤了他？事到如今，还是赶紧想想办法，从这白骨之潭出去救他吧。这白骨之潭深不见底，你清醒之前，我试过游出去，却失败了。那我们两个加在一起，一定能成功的。主上，我已击杀那司马娇，凤山血脉也已准备妥当。阴阳湖结界尚存，说明司马娇并没有死。哎呀，区一个司马娇都对付不了，若是本魔主在，定将重新集结魔族大军，亲自攻入庚辰仙府。
主上，莫要再与他浪费时间做口舌之争。风起，动手！准备好了吗？我会让你每一分逼近死亡的感觉，都痛得很具体，好让你想起你所犯下的每一宗罪孽。放弃！放开我！阿叶，你敢利用我伤他？不愧是本魔主用血肉培养的刺客。你给我闭嘴！风起，加快开启血祭！想夺走我的东西，我偏不让你如愿。廖群燕，记住，你是由我由赤幻化而生，今后你要为我由赤而战！蠢货，你在做什么？快阻止他！住手！什么情况？这韩愈竟并了魔主的内丹，他现在岂不是已经成了新的魔主了？你在说什么？荒谬！谁要当魔主啊？如何了？如何？师祖灵力大为损耗，又失血过多，恐怕无能为力。怎么可能？师祖重伤，阿燕又下落不明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白竹，你先去好好照顾师祖，其他的我们来想办法。是。我就知道那女人不可靠。我说她怎么就能缓解司马娇的灵火之痛呢？原来不是缓解，是压制。如今她的极寒之体被彻底激发了，若想要她的命，她随时会死。庭燕不会伤害师祖的，终归是魔族之人，哪里会对她有真心？她还傻不拉几的用护心骨给人家做护身法器，结果搞得自己千疮百孔，连灵火都要控制不住了。这个时候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一些没用的话了？廖廷燕本体是寒鱼刺客，司马娇是灵火宿主，他俩天生相克，还非得搞在一起，这不就是你死我活吗？他很不好，快救醒他！继续下去，他会把自己烧死的。如今师祖变成这样，万一魔族的人此时打来，该如何是好？或许我有办法一试。念九哥哥，师祖曾为我设下防护术法，护我凤山血脉的身份。如今师祖有难，我请你解了我的术法，让我以注血术为师祖补血。我知道可能成效甚微，但这是彼岸唯一能为师祖做的了。彼岸，我会小心施注血术，不会伤你，放心。没关系的，
只要能够救回师祖，护仙魔两界安稳，彼岸死不足惜。可是你的性命也很珍贵啊。白竹说的没错，且不说你输送全身血液给师祖能否奏效还未可知，单是这一件事情，师祖若是知道了，一定不愿意看你如此牺牲自己。你还好吗？勉强稳住了一些，但师祖如果还醒不过来，情况仍很危险。能稳住，就是有希望。彼岸，多亏你了。这是彼岸应尽之责。彼岸在此向神明祈求，祈求师祖一定要健康醒来。凤山血脉，也祈求燕姐姐能够早日平安归来。没想到，除了司马昭，还有另一个凤山族人的存在。你们跟着我干嘛？还真要让我当魔主啊？您吞并了魔主内丹，是唯一能做我们魔主的人。更何况仙府师祖也是被您所重创。现如今，您便是我们的新魔主了。拜见新魔主。仙府师祖只是重创，还未死。我听说他和那仙府师祖根本就不清不楚。要是两人做戏，诓骗我们怎么办？魔主，司马昭受伤。趁此时机，我们与您去杀了他，诛灭灵火如何？那要是你能杀了司马昭，你这魔主我就认了。这个关头，不能让他们去找司马昭。你们人这么多，太显眼。趁司马昭重伤，我独自去杀了他，一切迎刃而解，如何？那我等静候魔主佳音。那不如先办场喜事，活跃一下气氛。如今有何喜事？也不知仙魔两界和亲，散不散？你这是在向我求亲吗？你要这样想，我也无法反驳。你敢戏弄我？那我们什么时候成亲？既然你都开口了，自然是越早越好。也不用那么快啊，我没有那么着急。是吗？魔主不急，先出气。
看来燕城的仙魔融合颇有成效。要是世上每一处都如此祥和，那该有多好！你倒是愈发有魔域之主的样子了。蜜粉蒸糕，清蒸鱼块，烧花肉丸、酥皮蜜果，你怎么知道我心心念念这一口的？那这是否完胜你所熟悉的美食街啊？完胜完胜，这样我不用出门就能吃到天下美食了。你简直是我肚子里的蛔虫。大胆，竟然敢称我虫！阿燕，好久不见。娇娇，你来做什么？阿燕的内丹无法与魔丹融合，继续下去，她会死的。我能帮她。你如何能帮她？我们常家有融合内丹的功法，或许可以一试。灵离在哪里？上一次见他是在魔域山林，现在或许已经逃了。你的灵火印记怎么怪怪的？你的伤不是痊愈了吗？无妨，只需要休养就行。原来不也这样吗？你无需担心，眼下最要紧的是你的内丹。你也不要太紧张。风起说了，还有得救。风起，你真的愿意救我吗？阿燕，上一次我骗你去了白骨院，是我利用了你的信任，对不起啊。但是这次我只想弥补，请给我一个机会。娇娇，要不再给风起一个机会吧？他本性不坏的，他只是被利用了。况且，如今唯一会洗魂的噬潜侣已经死了，在你的真言之势下，他也说不了谎。风起，那融合内丹之事，就麻烦你了。我定会全力以赴。如何？并无什么不适，只是暂时稳住了。但这魔主内丹太过强劲，想要彻底的融合，还需要一些时日。我去给你熬些汤药，巩固一下。你要不还是看看内丹？两颗内丹已经开始融合了。看来是误会风起了，他能想通最好。我始终觉得，这消息来得太过轻易。不会的，我们往后的日子都是好日子。
这是他们产生的怨念，怕是只有我能看到。滚开！你们先府之人，这都是不要面上去看热闹，实际上呢，都是些敢怒不敢当的俏郎小丑，共同无罪。有本事你把我全人头就拿走，放手吗？啊，不说了！卑鄙小人，竟然对魔族平民百姓动手！此人明明是自己摔倒的。放屁！你体内这魔丹颇不安定，扰得你心神不宁，内力冲撞，这才令你倍感不适。而且师父，我内观之后发现，体内这魔丹大了不少。应是与你提及的怨念有关，仙虚灵气，魔极恶气，那些怨念会助长你体内的魔丹。随着魔丹愈强，一旦其胜过了你自己的内丹，会令你渐失心智，难以自控。那岂不是我全然受这破丹控制，做了什么自己都不知情？可有解决的法子？为保你性命，魔丹已经开始与你的内丹相融，再难将其拔出。两丹不融合，我会没命；融合了魔丹，又会因怨念而变得危险。如今之计，恐怕只能先解决牛三之案了，平息两界怨念，或许能暂时稳住魔丹。这只是权宜之计，为师定会为你寻得医治的法子。师父，此事找到解决法子之前，不要告知司马教。他重伤初愈，我不想让他为我担心。若要证明牛三主将是否为赤将军所杀，并非难事。只不过，若要验证，便已将赤将军置于不义之地。为了尽快平息民怨，赤将军可愿自证清白？本将坦坦荡荡，自是愿意。我将用搜魂之术，让各位看看当晚究竟发生了什么。还有什么话？你再说句试试！你这魔修，竟敢对本将军动手！都给我住手！今日在雁城设宴，是为了庆祝仙魔的安定。你说你们如此行事，难道是想违背师祖，还有魔主的嘱咐啊？魔将大人放心，今日这口恶气，我们必定找机会撒出去。对，功臣仙府有什么了不起？不过都是些道貌岸然的绣花枕头。哎，行，走。是。我
倒让你们看看，谁才是绣花枕头。君子不成人之危。等你尿完了，再给你好好比试比试。带本将军去哪儿啊？告诉他，本将军还能再喝。你，给我出来！赤将军，我还能再喝3天3夜。你怎么样？我看来，最关键的记忆消失了。杀害牛三主将那人所用的功法，看着与赤将军的功法一致，但内里气息却与我体内的魔气相同。念九，你与我顺着牛三身上那道伤口上的魔气踪迹，去寻找明离的下落。他与此事脱不了干系。是。你以为吞了魔丹就能成为魔主？别妄想了，迟早你会变成我的傀儡。怎么回事？我刚刚不是在殿内休息吗？怎么到了这儿？海燕，红罗。这外面街道上冷冷清清的，恐怕此事若不解决，这燕城都快要变成空城了。红罗，别，我感觉牛三这件事背后并不简单。我知道，你是觉得有人在背后暗中作祟，唯恐天下不乱。不止，我怀疑真凶真正的目标是我。啊！燕城大乱那日，城内民众的怨念滋养了魔主内丹。我师父说过，随着魔丹的壮大，我会见识心智，受它所控。所以今日我时常心情烦躁、怨恨，甚至会失去部分记忆。怎么说呢？就好比今日，我上一刻在殿内，下一刻我就出现在酒楼了。我甚至不知道我怎么过来的。我这2日内观，发现魔丹几乎快将我自己的内丹吞噬了。什么？司马娇知道吗？说他知道我内丹出了事，定会急得不得了。我不想他担心。那风起呢？你有没有问过他？燕城宴会第2日，他便向我提出去鬼城平乱。我当时想着他可能在燕城不自在，便让他去了。不行，再拖下去，你非被那魔主内丹控制了心智不可。我这就送信去鬼城，把风起叫回来，你等着。游园去哪儿了？不知道。说实话。人间九幽炼狱入口。九幽炼狱，
他想要放出那些被镇压的魔将。入口在哪儿？你用什么术法都没用，我也不知道入口在哪儿。彼岸呢？他已被仙魔主所附身。牛三之死，与你有何干系？有，我给风起身上注入了魔气，此魔气可以利用他的执念控制他。风起帮助廖廷烨融合内丹之事，也是你的谋划。长家秘术的确可以融合魔丹，但魔主魔丹强大，就算融合，也是黑吃白而非白吃黑，到时候他便会彻底沦为仙魔主的傀儡。师祖，刘三之死是不是和他有关？没错。庭烨有危险。阿燕，司马昭，庭烨，你为何要杀了牛三？仙魔动荡，世间便会有怨念。阿燕体内的魔主内丹才会变得更强。只有如此，才能杀了司马昭。我和阿燕之间才不会再有阻碍。待仙魔大乱，廖廷烨便是我有眼的傀儡。诸位魔将，你们都听见了吧？原来他才是罪魁祸首，不杀你，难平兄弟们心头之恨。杀他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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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竟带人来偷听，真是卑鄙！但那又能如何？廖廷烨已全然被魔气控制。司马昭你能压制一时，不可能压制一生。廖廷烨，起来，杀了他！阿燕，师祖。庭烨，是我，庭烨，醒醒！庭烨，怎么回事？庭烨，我没有伤到你吧？没有。阿燕，风起，我知道你心里都是你那韩玉姑娘，
但我并不是他，我跟他是完完全全的两个人，你明白吗？阿燕，现在的你是幸福的，对吗？如此也好。父亲。阿燕，对不起啊。如今他已修为废尽，时日不多，为此也付出了沉痛的代价。此事便了了。是。老规矩。动作慢点。请客喝酒。你们保重。丁彦，可还好？好了一些，但是魔丹上还是有魔气存在，仍然有被控制的风险。幽渊只剩下一丝残魂，不足为惧。我将会闭关1个月，待我出关，你的魔气便会消散。怎么要这么久？为何不先成亲啊？你之前不是也很想快点成亲的吗？难道是我体内的魔气难以驱除？或者是你白骨渊石受的伤又复发了？司马娇是谁？司马娇是庚辰仙府有史以来最厉害的师祖。那你便将心放好，待我出关，我们便成婚。好。下次再来啊！
可别敢动啊！卖剩的。谁敢动啊？喏，学坏了的。司马娇，你赶紧把你脑子里想的那玩意儿掐灭！你要去死，可不要拉上我！你如今跟他学的越来越像了，竟敢偷听！师祖，莲火这话什么意思？何时轮到你来质问我？哪怕今日念九以下犯上，也要向师祖问个清楚。你们真的以为雷火能彻底将他治好吗？只是暂缓灵火对他生命的消耗罢了。师祖，那你如何还能好起来？什么好不好的？好不了。他若不是自己找死，至少还能活个7、80年。如今他是1年都不想活了。你胡说八道！师祖和庭燕的日子过得逍遥着呢，怎么会不想活？师祖还要为庭燕净化魔丹呢。净化魔丹。你这个城主没白当。师祖，你告诉念九，庭院的魔丹一定要用师祖的命来换。我还没死呢，还没轮到你哭丧的时候。师祖，那我们是不是还有很多法子？若是师祖真的走了的话，庭燕怎么办？怎么了？你不是闭关吗？怎么在睡大觉啊？这是我的闭关咸鱼之法，跟你学的。小火苗呢？
最近怎么没见着他的影子？郭子被我关起来了，我还在闭关，你便擅闯进来，不怕我走火入魔呀？你就是最大的魔头，怕什么？娇娇，你干嘛？你为什么要把仙位都渡给我？就快开始了。什么快开始了？你混蛋！你赶紧告诉我！我从出生以来就承受着这种痛苦，这一点上不痛不痒，你知道吗？你到底要干什么？我炼化了凤山灵火，炼进了我的血肉神魂。再过一会儿，这都属于你了。你闭关就是干这个？你疯了！放心，不疼。我把这火留给你，以后这世间再也没有什么能伤害到你。你我的仇敌都被我杀光了。我留给你的都是你喜欢的人和东西。为什么呀？你好好的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庭烨，我本就不能长久。不，你最清楚。不要。我的灵符里有终年不灭的火，它给了我超越一切的力量，也会夺走我其他的东西。不要！
自从我融合了新的灵火以后，我的身体就开始有崩溃之兆。经过几次接连的重创，我便确认，不要，司马氏注定要灭亡。不许！而我，也终有一死。我一死，身体里的灵火也会跟着熄灭。天要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。这世间我唯独爱你，自然是给你。司马乔，你等着，你要是死了，我就是继承1000万遗产的富婆，你一死，我就找几百个野男人。做一丝微风，缱绻在你的耳畔，我也与你相守万年。如果你不在，我何必苟活于这世间呢？
曾经，我们仙府与魔域以阴阳湖为屏障，分为两地后，幸得如今的仙魔共主将两界合二为一。之后，共主又融合了灵火，法力无边，守得我们两界一片繁荣昌盛。可我听说，共主是将她的未婚夫婿慈葬道君杀掉后吸纳的灵火。那慈葬道君令人闻风丧胆，能杀了他，可见共主更加狠辣，着实令人心生畏惧啊！哼，让人畏惧了才好啊！那些心怀异心之人，听闻共主杀了慈葬道君之后，便再也不敢生二心了呢。就是，何况共主关爱黎民百姓，心系天下苍生，这是有目共睹的呀。夫子，那您觉得哪一面才是真正的共主呢？是啊，夫子。这就得留给仙魔的百姓去评判了。老夫只知，共主为了促进仙魔融合，天下太平，的确举措良多，收效颇丰。哎呀，李兄、顾兄，你们可算来了。让霍彦兄几位久等了。这次我们又研究出一些术法，想和大家探讨探讨。如今仙魔屏障消失，两界往来方便，你们居然现在才来？这不是想好好准备一番，再来魔域游学吗？好，咱们到我府上说。好，走，请。我们回家吧。要不慢点啊。回去按方子抓药即可。多谢。哎，我这头疼啊。来，大娘，并无大碍，这是您的药方，还有您的抓药补贴。哎呀，我这了拿药还倒给我零食，这在之前呢，可是从不敢想之事。多谢，多谢。来，请坐。袁公主，你昨日是不是又在偷偷秉烛写公文了？袁某昨日闲来无事，便提前把这5日的公文草拟了一下。我在仙魔两界制定的规矩便是，每日40晨工作制。你们若不以身作则，如何让百姓追随效仿？按律行事。公主请息怒，袁某知错了。诸位可听到了？若是违反40晨工作制者，一律削减半年俸禄。弟子遵旨。若无他事，那便退朝吧。公主千秋。
公主如此忧思，会伤身体。当年，师祖为了净化阿燕体内的内丹，不惜燃烧自己的血肉和灵魂，将炼化的灵火注入到她体内，让她坐稳了如今这仙魔共主之位。这份情，她又如何能忘？师祖有情，公主有意。师祖为公主，不惜以血肉炼化灵火，以净化魔丹，导致修为和神魂尽散。公主为让师祖能留下一线生机，不惜强留下师祖的一丝神魂，以秘法祭魂托生，但没有师祖完整的神魂作引，她体内的魔丹也未能彻底清除干净，而她也得日夜的受着灵火的灼痛。师祖的灵魂被烧得只剩一缕，而公主身边又没有找到合适的胎体融合，只能将这一缕神魂放归于天地间，自寻生路。我们阿燕如今也不知道她的师祖身在何处。国师，这碗药定要让他喝下。我们难解他心中之苦，至少可以缓解他身体上的痛苦才好。如今现世安稳，正是我曾向往许久的安宁。司马娇，若是你也在就好了。国师大人来了，我来监督你喝药。你师父说了，这个药专门针对你体内的灼痛感，必须坚持喝才有效果。来，效果甚微，每个月总要疼那么几天。不只是阵痛，你体内的魔主内丹虽然已被压制，不过还是会经常烦闷啊。这个药能让你清新几分。快喝，听话。好，苦尽总有甘来。看我这么听话的份上，咱们去燕城美食街吃喝一番啊！又吃啊？你留给我的这些东西，我都很喜欢。可是没了你，再喜欢又有何意义呢？你看，你那个游学护法、仙魔共融的办法果然有效。你看，如今这街上，这仙魔都亲如一家了，是不是？要不吃这家？好啊，走。老板，我们还没点菜呢，是不是上错了？公主大驾光临，这是本店赠送的几个小菜，还请公主慢用啊。你这家店这么小，送我这么多菜，今日怎么营收？我付账给你。不，公主您轻徭薄赋，对我们这些小本生意的已经很照顾了，这点小菜不成敬意，您慢用，您慢用啊。我现在已经很亲切待您了，大家看着我还是一副见了鬼的样子。你要理解，毕竟您手刃了司马娇的名声在外，而且如今又融合了灵火。他谋划这些，就是为了让所有人不敢犯我。
他若是如今看到你将仙魔两界治理得如此之好，肯定很欣慰。好了好了，喝酒。红罗这国师当的兢兢业业，克己奉公。那是，都不见你与念九相会了。哼，他，人家这种大人物哪里是我能约得到的？他现在每天神神秘秘的，连个蛇影都见不到，一找他就是没时间了。哎，要不就是好好的跟我在一起，突如其来的说走就走，莫名其妙。他去哪儿了？你没问过他吗？当然问过了，人家不肯说。我看到他我就一肚子气。你说，若非他心中有愧，怎么会成天这样鬼鬼祟祟的样子？念九怎么回事？他不是前2天才跟你提亲吗？这亲，不结也罢。哎，别，我围观了2世你俩谈恋爱呢啊，不能就这样算了。我帮你出气，我去说他。喝。庭燕，你做什么啊？吓我一跳。你还知道害怕呀？我问你，你最近神出鬼没的，干什么去了？赤安和说你最近政务也不怎么打理，连红罗你都扔下不管了。我没有扔下红罗。红罗现在决定扔下你了，他怀疑你黑蛇出墙，派我带他跟你划清界限。红罗他误会我了，我这就跟他说清楚。啊，不如你先跟我说清楚。说什么？这我不好说。你非逼我动手是吧？我要是查到你身上有别的姑娘的气息，你完了。你身上怎么有司马娇的气息？什么？你一直都知道司马娇在哪儿？你竟然瞒了我们这么久啊！是19年前，师祖决定要闭关炼化灵火时，他曾经就告知过我，如若是庭燕愿意为他留下神魂，我可在何处找到他？师祖自是有他想做的事情，但未曾对我透露半分。可是我们没能及时让他吃下还魂丹，所以他现在应该是记忆全无才对。他又怎能按照先前的计划行事呢？或许师祖自然有他的法子。哎，想要知道一切，我们通过灵修，让师祖恢复往日记忆不就行了吗？不行，师祖现在尚未习惯成人。庭燕，师祖现在的神魂没有办法承载过去的回忆。我曾经和他提议过，我跟他说，你可以把想做的事情一一告知于我，我会在找到他之后再告知于他。可师祖却说，即便他无过往记忆，他也不会轻易相信他人之言。我若是前往告知，反而会让他有所忌惮。他倒是知道自己的性子。庭燕，你别生气了，师祖是真的不想让你担心。我能不担心吗？横竖都要担心，你还不如告诉我他在哪里。你说，他现在在何处？他现在在人间。19年前，师祖降生为护国皇子，可师祖年幼登基，不能亲政，有不少人想要危害他的性命，以谋取皇位。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给我闭嘴！皇上面前岂容你这么毛手毛脚的？来人呐，把他给我拖出去！陛下恕罪，陛下恕罪！
所以我才要经常去人间护师祖的周全。这人还真是的，到哪儿都是祖宗。他既然去了人间做皇帝，难道说他要完成的事，需要靠当上皇帝才能实现？我也不知道，只不过前段时间师祖在溧阳郡微服私访，但遇上了山匪行刺，我才前往相护的。红罗，我就是因为这件事，所以才耽误了和你的见面。你早点说清楚不就好了吗？师祖不让我说。好，我倒要看看他是怎么坐拥江山的。庭烨，你不可以就这样去人间。护国那边几乎没有任何灵力，那儿连基本的修仙门派都没有，都是凡人。我们修仙者在那儿都是传说般的存在，老百姓听都没有听过。说重点。此去人间，修为越高，限制就越高。庭烨，你现在是这天地间术法最高强的人，所以你受到的限制也是最高的。在那儿，你只能使用最基本的术法，否则你会痛苦万分，甚至还会遭到反噬啊！无妨，做凡人我收。还有一事，油盐可能利用彼岸的身躯重返这世间了。什么？封山之血可以滋养油盐的神魂，况且彼岸消失了这么久都杳无音讯，恐怕……庭烨，师祖是真的很担心你，所以才一直没有告诉你。况且，现在油盐是藏身于仙魔两地，还是藏身于人世间，都还不知道呢。所以你此次出行一定要万分小心。好，我知道了，我陪你还有去。你们不能让他们发现你们的身份，知道了。否则人间大乱，就更麻烦了。叫你找人，不是抢人。主上，这位女郎是自愿来的。自愿来的能哭得像死了夫君一样？陛下，此女竟然知晓您的身份。他为何无端入我梦中，惹我倾心？又为何会如此巧合，在此地出现？他出现的实在蹊跷，我不能因为那梦就疏于提防。
无碍了，但还真是一点灵力都没有。还是从前那个模样，却又看起来如此不同。如今这脸上倒是有了点人的血色，不像从前那般苍白了。想必这一世你在这里做个凡人，会安稳许多吧。杀我，可我不想把这条命给他。要是没有那些回忆，你是不是本应该这么自在？陛下，救走魏显瑜的人查到了。是他。身份查明了吗？暂未查到任何线索。昨晚顾莫名睡着，难道也是他动了手脚？若他真是南燕或党羽，那入我梦中，便是一场阴谋了。准备一下，姑要带他回宫。此女底细尚未查明，陛下再怎么喜爱，将她带回宫也怕是不妥吧？此女绝非凡人，以我们现在的人手，恐怕奈何不了她。姑只是不想打草惊蛇罢了。既然她要故意接近姑，那姑便佯装顺着她的意思，带她回宫。陛下平日里惜字如金，此刻倒是解释了不少。奴这就去准备。这人间的东西这么好吃吗？人间？你想说你不是人啊？你可以把我理解成仙女。你以为凭这种说辞就能引诱姑了？以你现在的水平，不相信很正常。不过有件事我挺好奇的。何事？要怎么引诱你才会上钩呢？大胆！我知道，照你的性格，定是怀疑我有所图谋。不过你现在没了真言之事，我只好慢慢让你相信我了。好啊，那从今往后，你便是姑的燕夫人了。年轻真好。说这种混账话，我看到你这张嫩脸都不会生气。伏天还未到，你就热成这样了。被一个自以为是的混蛋坑害之后，我就成了怕热体质。啊，
那个混蛋是谁啊？我说了，你可会替我报仇？可以考虑。这个人可了不得，你惹不起。哦，比姑还要了不得。彼此彼此吧。去雁城明明有大路，为何要走林间啊？你不怕遇上匪徒吗？有你，我还怕匪徒啊？我又不会武功。你不是说你是仙女吗？仙女也不是万能的，否则我有的是法子治你。你别讹人啊，我没动手。与你无关，是姑的头几犯了。你快转过去，我师父是医者，我给你揉揉就好。来，不必，连姑的羽翼都治不好。你快转过去。姑怎会心跳如此之快？难道就这样被他引诱了？不，定是他使了妖法，要使得姑缓心急。放轻松，别想别的有的没的。姑不能睡。即便留住了性命，他的神魂还是在当年受了损，与现在这具身体融合的也不是很好，所以才会时常觉得头疼。你怎么不管到哪里，都把自己折腾得这么难受？虽说这在清谷天也就是普通的丹药，但于凡人的身体来说，已经绰绰有余了。难道他要用毒？小屁孩，一点都不懂得怜香惜玉。踏实睡觉吧你。有刺客！出家！果然来了。果然，你故意走林间是为了引人来行刺的。好武功，要是我不靠术法，只靠拳脚，还真不一定能打赢他。原来这祖宗一直在扮猪吃虎。这司马娇竟然来人间做了护国皇帝，想必是为了阻止我打开九幽炼狱，放出我的魔兵魔将。小心！这廖廷燕动作倒是快了，竟在人间与司马娇会合了。
有他保护司马娇，这问题到手点棘手了。又差点忘了，谨慎用术法，安分做凡人。留活口！区区人间招数，还想伤我？你怎么样？太医，微臣在。燕夫人受了如此重伤，怎么看着……好痛！你的血怎么止住了？姑刚刚明明看到你受了那刺客一剑，血流如注，怎么片刻功夫，这伤口便好了？陛下八成是看错了，我不过是被划伤了一下，看着吓人了些，其实并无大碍。微臣去给燕夫人清理一下伤口。若他是南燕侯的人，定恨不得杀孤儿后快，方才却出手相救，看来并非南燕侯之人。那这妖女来我身边，究竟所图为何？夫人，陛下吩咐，今晚有宫宴，请夫人准备一番，前去赴宴。好。对了，公公，半路上行刺陛下的那批人现在如何了？那危险于及其手下侍卫均已被押入狱中审问了，请夫人莫要担心。可有审问出什么？想要他供出背后之人，那便难了。这个……那危险于背后，还有其他想要加害陛下之人，那陛下岂不是很危险？这奴不知，请夫人别再为难奴了。如今司马娇没了过去的记忆，对我多有防范。若是我帮他对付他身后的势力，岂不是既能保护他，又能让他打消对我的怀疑？夫人，您就别再忧虑这些烦心事了，还请好好休息。陛下担心夫人的伤势，特意叫来太医为夫人再诊治一番。不用，我没有什么大事。夫人莫要推辞，身体大事还是谨慎为妙。叶太医。微臣见过夫人。伊太医，我家夫人伤势如何？伤口已无碍了。微臣见夫人遇刺时血流如注，如今看来似乎伤得并不重。当时只不过是被小小的划伤了一下，陛下太小题大做了。说明陛下很在意夫人呀。而且夫人今日才入宫，陛下便叫夫人一起参加宫宴呢。其他夫人可没这待遇。其他夫人，莫要妄议主子。夫人康健便好，目前只需以食补之法补气养血即可。多谢伊太医。良辰美景。陛下有很多夫人吗？
夫人只有您和南燕侯的女儿思贤贵人，剩下的顶多算是美人了。剩下的那是有多少？夫人不必计较这些，您是陛下亲自带回来的，那些美人都只是各方权贵硬塞进来的，跟您比不了。那又如何？他还不是纳入了后宫。一想到他把我忘了，我还要这样苦哈哈的帮他，真让人一肚子气。陛下，按您的吩咐，已派太医前去看过了。燕夫人的伤口确实痊愈了。陛下，您当真要把如此妖异之人留在身边吗？说他怀有异心。说到异心，昨日南燕侯在成明殿待到了天明吧？确有此事。南燕侯如此犯上，陛下为何并不恼怒？哼，今日的宫宴能多些趣味了。退下吧。今日宫宴，不论国事，各位爱卿还请尽兴。谢陛下赐宴。谢陛下赐宴。多谢陛下照料臣妾。孤只是嫌那盘菜碍眼而已。思贤姐姐怎么不来好好杀杀这个野女人的威风？老规矩，孤还是为众爱卿准备了礼物，希望你们不要辜负孤的一片心意。尚书令，臣在，陛下。你先来。岭南风景奇绝，尚书可愿前往游玩个3年5载啊？你只是要发配人家。陛下高抬贵手啊！陛下，臣以后再也不敢擅自打开成明殿，让闲杂人等入内。这是什么话？即便南燕侯与思贤贵人今日称病未到，你也不能在人家背后说人家是闲杂人等吧？臣并非此意啊，还请陛下恕罪，恕罪啊，陛下，恕罪啊，陛下。太后驾到。参见太后。都多大的人了，还要使此等孩童性子吗？司马氏已经灭族，不可能再留下神魂，恐怕只是皮囊相似罢了。这也算是弥补了上一世司马娇没有得到母爱的遗憾吧。这位就是陛下新封的燕夫人吧？为何如此盯着哀家呀？是。臣妾见太后娘娘雍容华贵，气度不凡，像极了臣妾家乡庙里的神女娘娘。
失礼了。嘴还真甜，难怪陛下会喜欢你。我倒是想知道你所说的神女娘娘供奉在哪儿，哀家还真想去看看。大家都入宴吧。谢太后。孤尚且不知，夫人的家乡在何处？臣妾家乡在蜀地。哦，那怎么又去了溧阳？夫人，太后问话，您不能不答呀。臣妾从小跟母亲养蚕为生，去年天下大旱，母亲郁郁成疾，最后不治而亡。于是，臣妾只好带着邻家的妹妹，一路谋生，最后到了溧阳才安定下来。原来是这样，真是个可怜的姑娘。如今你既然进了宫，以后只要好好服侍陛下，定不会再让你吃苦。是。陛下，如此良辰美景，请让臣妾敬您一杯酒吧。果然，宫斗躲不开下毒的环节。这下毒酒变美酒了。司马娇，有我这样一个神奇宝贝，你就偷着乐吧。魔气，司马娇，是有眼，把他抓走。是。这是为何呀？如此啊，突然行刺啊！你可有事？陛下，这是您最爱喝的茯苓鸡汤，太后娘娘亲自下厨，煨了好几个时辰呢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是。多谢母后，儿臣失职，让您受惊了。这不怪你，哀家看你在今日的宴席上，连筷子都没动。倒是那位燕夫人，胃口好。只要是有一口好吃的，就没见过她不高兴。莫思身外无穷事，且见生前有献杯。此女有大智慧，哀家还奇怪呢。之前往你怀里塞人，怎么都塞不进去，如今你竟主动领了一位女郎回宫。今日一见，果然是位妙人。她的确与众不同。你若真是喜欢她，何不立她为后？姑不喜欢她。你是我的儿子，你与他那点小心思，母后难道还看不出来吗？母后，照祖制，行拜山之礼之前，须得封后。立后一事啊，须得抓紧了。母后看到他今日行事做派，定能帮你安定后宫。怎么？你不放心他？姑曾经怀疑他是南燕侯的人，
可他又多次舍命相救，应该与南阳侯毫无瓜葛，只是他身上还有一谜团未解。什么谜团？其实从小到大，他时常出现在姑的梦里。竟有这等事情，那就说明是天道，让你与燕夫人有了这份缘分。儿臣从来不信天道。如今局势所迫，你谨慎行事也是对的。但母后觉得，有的时候你要敞开心去感受一切。杀了他！我不杀人。他不死，就是你死，日后还会死更多的人。把剑拔出来。哦。还记得我是怎么教你的吗？动手！你们根本不要逼我！老板，你怎么还碰瓷呢？不要！又梦见他了。臣妾参见陛下。夫人的伤口如何了？太医给臣妾看过了，没有大碍。这回为何不像上次那般，伤口快速愈合？仙女也不是万能的嘛。但凡志怪里的仙女，爱的都是芸芸众生。但你却如此专注于孤，专注于一人。你到底是谁？居心何在？